嗨，大家好，这里是雕龙小记。视频是有字幕的，如果听不清楚，可以将字幕打开。平常使用中发现了一些关于 Option 键的小技巧，真的非常有用。很多情况配上这个 Option 键，有一种三两拨千斤的感觉。同时，不知道是不是苹果公司的刻意隐藏，这种技巧每发现一个，就如同找到一个彩蛋一样，特别有成就感。如果你也知道一些其他的 Option 键的使用，记得在评论区分享出来。这个视频我总结了一些关于 Option 键的使用，希望给你带来不一样的使用体验。这里分享一下我的个人博客老郭种树，这是我的大本营，内容更加丰富。我的编程笔记、建站和当站长的分享，从小白开始做视频的过程及经验教训、赚钱案例等等这些。第一个是启动台的长按，我们平时删除软件是通过鼠标来长按，这可能要花费3秒钟左右才能出现这种晃动的效果，但是如果我们用上 Option 键，只需要长按，立马就会出现这种被删除的状态。长按放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强制退出某个应用，平常还是会碰到需要强制退出某个应用的情况。一般来说，碰到这种情况有2种处理办法，要么是打开活动监视器，然后将进程杀掉，还有一种稍微方便点的，就是通过这3个快捷键将我们当前运行的程序显示出来，通过这种方式来强制退出。但是这3个键同时按还是不太方便，很别扭。我们也可以利用 Option 键采取更加方便的办法。先在道克栏上找到需要退出的软件，右键，然后按住 Option 键，这里就会出现强制退出的选项，放开 Option 键，感觉这样好用很多。接下来是设置文件的默认打开方式，这里应该是单个文件，只针对某一个文件的打开方式，永久的改变它。更改所有文件的打开方式是通过 Command 加 I， 然后在这里修改，然后点击全部更改。如果我想保留某个文件，它的打开方式还是和以前一样，那可能得借助 Option 了。右键我们要修改的文件，现在显示是打开方式，我们按住 Option 键，这样就可以将这个文件始终以此方式打开。我们选择它的打开方式，比如我将它改成浏览器吧，打开，先擦掉，然后再点击。它的默认打开方式就是通过这种浏览器的方式。我们已经修改成功了，其他的这些文件还是没有变。接着是获取当前文件夹的绝对路径，这个功能对开发者来说很重要，经常在一些配置环境变量或者什么其他地方需要用到某个文件或者文件夹的绝对路径。在 Windows 上，我们一般通过这种方式来获取。比如我想获取这个文件夹的路径，只要双击进入这个文件夹以内，然后点击这个路径框，就可以复制这个路径。但是在 Mac 上，我们要获取某个文件或者文件夹的路径，好像还特别麻烦。比如这张图片，我现在能看到它的路径是什么情况，但是我却获取不到，还得通过终端。这就是它的绝对路径，这种方式还挺麻烦的。Option 键同样可以帮到我们，右键某个文件，然后按住 Option 键，这里就会出现这个选项，拷贝为路径，点击，然后再粘贴出来看一下，再对比我们刚才从终端拿的路径，复制，粘贴，发现没？它们俩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并没有拿错。接着是全屏预览某个图片，空格键是可以预览某一张图片，但是如果我想看这张图片的全屏，还得按下这个键。通过 Option 键我们可以一键实现，我先将它关了，按住 Option 键，然后再空格，一键就可以将这张图片的全屏打开。接下来这2个我以前分享过，而且很多人应该也知道，在 Mac 上并没有直接的剪切功能，它的剪切功能还得借助 Option 键。比如我先对这张图片 Command 加 C， 然后在这边 Command 加 V， 可以发现这并不是剪切，这只是复制而已。如果想剪切的话，还得先对这张图片 Command 加 C， 然后再在这边 Command Option 加 V， 这样这张图片就剪切过来了。然后是查看多个文件的大小，选定多个文件夹，然后 Command 加 Option 加 I 就可以将这4个文件夹所有的信息统计出来。这些就是我这个视频要分享的内容，也期待你在评论区分享一下你的 Option 彩蛋。如果这个视频对你有用，记得点赞和订阅支持我一下。
好的，拜拜。